子合唱团》这部号称是催泪弹的电影，你也看哭了吗？为什么这部电影那么好哭，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为什么这部电影可以卖破7亿票房，这么厉害？怎么做到的？因为我发现这部电影有4件事做得很厉害。今天呢，我就要用演员还有影视工作者的视角来拆解这部电影的催泪公式，尤其是最后一个最厉害，我真的是哭爆！欢迎光临宇宙精灵，探索世界，探索自己，不管哪里，我们一起。大家好，我是 Skyler。还记得我上集的 YouTube 影片有跟大家分享我参加阳光女子合唱团演员海选的那个试镜带吗？里面有跟大家分享，我们试镜带的题目就是又要唱歌又要跳舞还要演戏，各种18般武艺，最后没选上。对，所以小小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身为演员如何面对一次又一次失败落选的心情。还没看这支影片的朋友，看完这支精彩的电影分析以后，记得要回去看哦。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觉得我演的怎么样。好的，那这支影片呢是我看完了，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戏院看完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后，要来好好跟大家分析为什么这个电影这么催泪呢？为什么我说我是鼓起勇气去戏院看这部电影呢？因为其实在多年前我就有看过它的韩版，也就是原版的电影《美丽的声音》。那我当时真的是哭到快要爬不起来了，所以我就很担心自己又哭到就是你知道虚脱很累这样，所以我就一直人家说这部电影好好看哦，好好哭哦，然后我就说很好哭是吗？那我不要去看，我不要再哭了，真的不想再哭了，好累哦。所以这是在进去看电影之前我就说了这段话。我真的想要挑战用就是看技术的角度，看演员的演技，看表演的导演的调度的角度来看，哭好累，我不想要再哭了，不想要再哭了。结果看完电影以后是哭烂。我也发现我好像是个人，很有人性这样。对，有人性，有血有泪。我觉得不哭真的没人性。对，怎么能不哭？而且片尾那个主题曲也太好听了吧！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爱是道永恒的光，守护在你的身旁，从不曾被遗忘。但是我一边流泪，就一边在想，导演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为什么可以让一个我看过这么多剧本的人，甚至我已经看过韩版《美丽的声音》的人，还是逃不过这个集体的催泪弹？所以经过我苦思冥想后，我总结出4个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电影手法很厉害的地方。这边温馨提醒，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记得要先帮我按下订阅。那我这个频道呢，除了会分享演员看戏看电影的一些角度以外，也会分享一些表演的心法，以及演员没有戏拍的时候都在做什么。我有个系列就是演员兼职之艺术人体验100种工作，对，会分享各种兼职，然后也会分享一些旅游、爬山等等的生活日常，希望可以带着大家不断的探索这个世界，也探索内心的自己。第一个，我觉得这部电影做得很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视觉魔法、灯光与色调。大家还记得电影最刚开始的时候，是他们在帮云熙，就是那个女主角的女儿庆生的画面吗？是不是一整片温暖和煦的暖光呢？然后马上那个方组长进来的时候，就是切成一个完全的冷色调，好像这个温暖的气氛突然瞬间被按下暂停键，你就会觉得哇，那个反差对比非常的明显。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点是，监狱在我们印象中应该是一个冷冰冰的地方，就关着很多凶神恶煞的人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一个刻板印象。但是他却把很多监狱的画面塑造成很温馨，甚至有点喜剧的方式去呈现。一开始最让我觉得做得很棒的地方，被关到紧闭室的那一段，那边阴暗的感觉，就是我们印象中好像监狱就是长那样，边才开始道出就是角色们他们背后不为人知的那些很心酸的过往，整个
铺陈灯光的感觉，就会跟在监狱，好像很明快、欢快，甚至像喜剧一般的那种气氛，完全的截然不同。就是这种一点点，如果它整部都是让你觉得很阴暗、很沉重，你可能会觉得哇，这部片好压抑啊，这部片好沉闷啊。但就是它用了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所以才会让那些阴暗看起来很令人心疼、想哭的时刻会被更凸显的出来。它就是用了很大的反差跟对比。那我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它灯光运用的，就是它的逆光，打得很漂亮，就是那种韩剧的唯美感啊。这部分蛮韩的啦，像那个奶奶弹钢琴的时候，就是她很多段做那个逆光，真的打得很漂亮，这种就是看见希望的感觉。整部片让我感觉到为什么这部片叫阳光女子合唱团最大的一个那个 moment 是合唱团成军以后，他们在想说合唱团要叫什么名字呢？那女主角慧珍就看了窗外，然后再看看大家，当时就有一抹非常温暖、非常充满希望、温馨的一个暖光打在全体的合唱团团员身上。然后他就说了一句：“我们叫阳光女子合唱团。”哇，那边我真的觉得哇，这部电影真的就是应该要叫这个名字，因为那暖黄光真的打得太漂亮了，也让我真的有种非常温暖、充满爱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它的灯光转换非常厉害，不只是只有暖光跟黄光，还有逆光而已，而是有很多很细腻的变化，是让我觉得这部片真的很有层次跟很有 feel 的一个地方。再来第二点就是，其实是网络现在也是非常多人在讨论的。然后我自己也是觉得这部电影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表演节奏，尤其是那种打快节奏，就是像阿兰跟阿佩他们可以接得非常紧密的啪啪啪，那个节奏打得非常的简洁，非常的干净，那样的默契是很需要建立跟培养。还有他们有些桥段演员的状态非常松，那网络上比较多人讲是说哇，这些演员都非常的厉害，很专业，所以有非常好的表演。但我自己来看的话，我是觉得其实这部片的导演也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在幕后花絮也有说到，就是有很多桥段是演员即兴，然后导演觉得这个即兴很棒，然后把它剪进去电影的。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棒像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部日本电影叫做《小偷家族》，导演是枝裕和，他也是给剧中的演员大量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即兴去发挥。那这样子的好处呢，就是会让整个电影的画面的氛围节奏是更有机的，就让人家觉得所有的角色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生活在那里。所以我相信这部电影的导演应该也是给演员很大的一个宽容度，让他们可以在里面自由自在的创造。尤其是我自己觉得安心亚，因为我对安心亚的印象没有到很好，看了这部电影就觉得哇哦，他蛮会演的耶。然后他在这部电影非常放开，非常松，非常的做自己，就觉得哇，这才是真实的他吧。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导演有抓到每位演员他们的本色，他们本来的性格是什么，然后让他们在里面尽可能的做自己。这件事情其实在影视界是蛮难得的，因为很多时候电影啊或者是拍片其实有非常庞大的现场的压力，时间人力的成本就是一分一秒都在烧钱，有时候反而很难会有太多表演的自由空间。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有做到这件事情，让我在看的人是看得出来的。还有就是他们的节奏从很快到突然整个慢下来，快，然后打破，快，然后打破，会让你它的节奏一直在转换，一直在快慢，然后灯光也在一个冷暖不断的切换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有一个吸引你的注意点。那在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喜剧片的时候，想说哭点到底在哪？这是喜剧片吧？因为他们就是你知道一直都是比较喜剧型的那种快节奏的表演的，那突然切到一个冷色调，突然切到一个回忆又是那么的超级沉重，你就真的会被拉进去，有点像偷窥心理嘛。就是如果今天一个女优全裸在你面前，你可能觉得她不怎么的吸引你，但她今天那边露一点，那边露一点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诱惑，
就是这种感觉。整部片好像都很明亮，哈哈哈，很喜剧的时候，突然来一个沉重的回忆过往，一点点的画面，它会更吸引你的注意，更加重那个情绪跟那个张力。那我刚刚讲的那2点呢，其实在非常多的很好的电影里面，它都有注意到，也都做得非常好。但为什么这部电影这么的引起台湾人的共鸣，可以创下7亿的票房，现在还在不断的增加？为什么？我觉得它的角色塑造很厉害。虽然它是从韩国电影改编的，但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地方是更贴合台湾人的一个生活。像是里面奶奶的那个角色，回忆过往的时候，就完全是带入台湾以前50、60年代的那个时候的生活跟社会的那个氛围。比较年长的观众进去看的时候，就会有种被勾起，产生那个共鸣，因为是很贴合他们的生活的。那里面有年纪小的是19岁的佑星的那个角色，呈现台湾的一个很本土的酒店文化，大家很熟知的一个文化语言，非常的在地化，是包含着老中青3代，所以更能勾动台湾人的情绪。而且它里面有些东西跟当年也是票房非常高的《海角7号》很像的地方，一群不被看好、被社会否定的一群人，从互看不顺眼到最后能够团结合作，然后创造出很棒的一个表演。就是这个过程，你们不觉得就是跟台湾的现况很像吗？就是台湾是一个好像很不被这个世界看好的一个小小的岛屿，那我们一直努力用一些成绩啊，不管是运动赛事或者是科技业或者是医疗体系等等的，去向世界跟大家说，嘿，我们台湾这个宝岛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它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勾动起台湾人的共鸣。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每个角色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角色，他们不是完全的好人，也不是完全的坏人。那这样子的角色才是真的是有魅力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人性都是会有脆弱的地方，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光明以及黑暗的那一面，所以好像在电影中那个奶奶一直都是受大家喜欢、受大家尊重，一个非常那个平静 peaceful 的状态。但是只要一提到她的过往，她就马上变脸，然后表情那个细微的变化，我觉得真的很赞，就是她那个很压抑的部分诠释的很好，然后导演跟镜头的语言也都有去捕捉到这些很细微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他的角色塑造就是在这些细节里面之中慢慢去堆叠，让每个角色都有一个看起来凶神恶煞的部分，也有看起来非常可怜，然后令人很心碎、很心酸的。这就是这部电影最成功的地方，是角色的塑造。最后第4点才是我觉得最厉害跟出乎我意料，就是它的结局反转。其实台版的结局跟韩版的结局是不太一样的，这边就是爆雷的部分了。台版的结局呢，就是奶奶是因病过世，那韩版的结局是因为韩国重启了这个死刑的机制，然后奶奶就是被迫要被执行死刑。坦白说，我觉得韩版更残忍。韩版的结局，那个奶奶已经跟她的女儿有一个会面，有一个大和解了以后，我们会觉得好像哇，一切都走向了一个圆满，但是她最后被死刑。天哪！韩版的我现在想到就想哭。那个画面就是她走那个长长的走廊，走向那个执行死刑的地方。哇，那个走廊真的是哭爆所以我觉得韩版真的是让人撕心裂肺的那种崩溃。为什么明明就已经和解了，为什么最后是死刑？那台版呢，就稍微改的比较温柔一点。我自己是觉得台版的比较能够容易接受，因为毕竟是他自己选择，他不想要医治自己的，放弃治疗，就想要让生命就这样离开。台版的也留下一个遗憾，就是他跟他女儿最后并没有成功的化解那个彼此的心结也是很可怜，好惨。2版都是不同的心碎，但是一个比较偏向崩溃，然后一个比较偏向是有一个小小的遗憾。但是真的让我哭爆的结局其实是女主角慧珍她的结局。云熙长大了以后的片段当中，我们其实有好几次就有在猜测，跟云熙接触的那个卖便当的阿姨会不会就是慧珍
出狱了以后，然后用其他的方式陪伴着云溪，结果不是，他竟然太惨了！我对这个结局真的不能接受超生气的，气死我了！他是整部戏让我最难过的一个角色。第一个哭的点就是他跟他女儿被迫在监狱要分离的那一段，我真的是防御了很久，还是这边真是破防，没有办法。他这么爱他的女儿，但最后却落得没有办法跟他重聚的结局，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让我整部戏最反转。那这个反转就是因为出乎我意料之外，跟韩版的结局不一样嘛。所以意料之外，这个结局在网络上也掀起了讨论。别人说为什么会让他是这样的结局，但我也是觉得说导演可能就想要让这部戏有这样子的一个遗憾嘛。我们人生当中并不是很多事情都是如我们所愿，所以更提醒我们要珍惜每一个当下，因为你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会到来。我觉得也是导演刻意的安排，想要留下的一个遗憾跟一个寓意吧。最后他用了一个正向的方式去转换这件事情，用一个表演大家一起去在内心释怀这件事情，去释放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所以为什么阳光女子合唱团它可以创下7亿的票房呢？因为他用最温暖的颜色讲了一个最残酷冷酷的故事，用明快欢乐的喜剧节奏先让你笑得合不拢嘴，接着再啪来一个重击，让你看到角色背后最不为人知、最心酸、令人心碎的部分，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啊！还有非常接地气的角色设定、背景年代设定，还有他们既是好人又是坏人，就像你身边的所有人也像你自己一样，他们是非常真实。这种人性的矛盾最能勾起我们内心的共鸣。这边补充一点，就是有一幕也是让我非常有感觉的，是慧珍她抱着她的女儿边笑边哭的那个画面，那种矛盾的拉扯感，哇，我真的觉得很有情绪张力。最后一刀也就是这个结局，它打破了我们对于圆满的执着，反而用更残酷更真实的方式告诉我们何谓告别。真的是太生气了，气死我！那个结局，作为演员，其实这部电影的表演也给了我非常大的学习跟启发，我还是蛮开心最后有决定去看这部电影，虽然我一直蛮抗拒，哭得很惨，最后也是真的哭得很累。接下来就换大家在留言区跟我分享哪一个部分你哭得最惨，电影的哪个角色或是桥段让你最有感觉呢？都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如果你喜欢这种演员视角的电影拆解，别忘了订阅宇宙精灵频道。如果你觉得我蛮有趣的话，之后也会分享我非常多的日常，也欢迎常常回来频道看我哟。最后记得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每次看完这部电影都哭得稀里哗啦要3刷4刷的那位朋友，让他看看他到底掉进了什么催泪陷阱吧。我是 Skyler， 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